上个视频有很多粉丝都担心这个珐琅锅好不好洗，现在我就让我老公演示一下，它是非常好洗的，就我老公也可以轻松洗干净。怎么我也能？我是专业的，好吧？来试一下，现在弄了一点洗洁精，你看这个是可以轻松脱落的。外面还没洗，没事的，你就按正常的洗，洗不干净我等一下会帮你收场的。不用，你这样拍的我有点紧张。不要紧张。那也没洗干净，再擦一下。里面很容易洗的。好了，搞定了。背面。我怕弄坏，稍微垫一下，因为这比较重，我都是这样垫着。哦，这样子的。对啊。你以前也这样的？当然了，你以为我拍视频做戏啊？背面完整的露出来，不要担心。我知道，我会洗干净的。就这个啊，就纳米海绵，大概几分几毛钱这么一小块吧。用这种是不好擦的。对，你看这里应该是被燃气烧黑了的。勉强也能擦一下，但是用这个是很容易的。你要沾一点洗洁精，你去沾一点洗洁精。不够多嘛？沾一点洗洁精。你看已经洗的差不多没了。哎，这声音我听着好难受。你能拍得出吗？这些地方？看得出来。哎，那边灯没关。这个声音我好兴奋啊！这声音我听着好难受啊。洗掉没有啊？还一丁点。好了。我冲干净，看看效果。其实我们洗锅东西就是这么简单，没什么特别的，基本用到的就是洗洁精和小苏打。然后这个纳米海绵是比较有用的，如果还洗不干净，就可以用小苏打再加水去烧一烧，烧了之后再用这个纳米海绵，肯定100%能洗干净了。好了，那看一下，检查一下啊。给倒掉，放光线好的地方。好像很干净了。对，看得很清楚了。然后用完之后，反正就是这样正常晾干。还有每次用之前肯定是干燥的情况下再去烧的，因为有水渍可能就很容易弄脏了。针对珐琅锅其实收到了很多问题啊，比较多的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清洁问题。这个问题我目前用下来是给我惊喜的。以前我用珐琅锅的时候，我还会给它下面接一个导热板，因为那些品牌动不动就送导热板或者建议搭配导热板使用，搞得人心惶惶，所以一开始我也是用导热板的。但后来我发现导热板实在太慢了，我没有耐心就把它撤了。结果发现不用导热板完全没问题。第二个是会不会粘锅问题，可能大家看我视频经常用来炒一炒，这个问题我也是非常惊喜的，它比我想象的要不粘锅，但并不是真正的不粘锅，而且它深度不是很深，翻炒其实还是有点不是很方便，所以不建议作为主要的炒锅来使用，但是炖煮前用来稍微炒一下是没问题的。还有重量问题啊，这个是将近10斤，4.8公斤。然后我刚才称了一下，锅盖差不多有4斤，然后锅身大概6斤的样子。所以其实真正在使用起来的时候，我好像没有感觉到它有这么重。而且一般不拿它来炖汤，所以汤汁不多的话，其实拿起来还好。这个我感觉重量还好。这两个差不多重啊，但实际使用起来的时候会觉得这个要重一点，因为一般拿它来炖汤嘛，炖汤的话里面装了很多水的情况下，拿起来会重一点。所以现在就来说一下锅型的问题。锅型就是这两个目前是珐琅锅里面的比较主流的锅型，这个是焖焗锅，那个是深炖锅。简单来说就是那个比较适合水分多一点的炖煮，这个因为它开口比较大，深度比较浅，所以就比较适合做一些
焖菜啊、焗菜啊，还有稍微炒一下也是可以的。但是如果用来炖汤的话，它的水分会蒸发的比较快，所以如果想用来煲汤呢，就选那种锅型。像焖焗类的呢，就这种，就是做一些比较容易熟的东西。这种呢，如果想要炒也是可以炒一下的，其实是一样的，但只是这个锅型可能不是很适合用来炒。另外，这种锅型它的高度比较矮，就像一个大盘子一样的，我觉得更适合端上桌去。还有就是大家也会问不同品牌有没有什么区别，区别大不大？这个我后面可能会出个测评，欢迎大家关注，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们关心的问题。今天就先这样，我们下次再见吧，拜拜。晚上准备绞个肉馅，准备明天早上做锅贴，试下用这个能不能磨出蛟龙。然后放冰箱冷藏1晚上。再准备预约一个粥，真的就每种就只能放一点点。这个是五色苍蝇。多了一点。还不错哦，看着。就这样拿上去吃吧。这个什么东西啊？这个粥还是很不错的。
这个超诱人的，就是我加玉米青豆，我感觉把它的颜值给毁了，就是不要加的好。还有虾呀，对啊，这个创意就很满分了。不管好不好吃，创意就是这个也挺满分了。多人做的，超好吃的样子，我来吃。太好吃了。好了，我要罢工了。鸡蛋也很不错哦。好吃极了。太满了，太满了，放多了这边，差点把咖啡给我生办法说。今天做人做的不好看，还是挺好喝的。我又自己剥了几个，前几天我自己冻的就是新鲜一点，但个头没那个大。剩下的可以重新做好，然后放到冰箱冷冻。好了，下次要吃的时候不用解冻，直接放到锅里煎就可以了，一样的。一共冻了20个，够吃2顿。